女兒的走路姿勢突然变得很怪異，每一步都像踩在針尖上。母親满心疑惑上前查看，女兒卻像受驚的幼兽蜷縮成一團，本能地躲開所有觸碰。一旁的父親神色閃烁，連忙打圓場說孩子只是調皮搞怪，睡一覺就沒事了。三言兩語便把妻子支開，他的心虛不是藏着秘密，是不敢往深處細想。可這份僥倖連一晚都沒有維持住。半夜，女兒房裡突然傳出一聲刺耳的尖叫，夫妻倆衝進去時，孩子正渾身劇烈抽搐，牙關死死咬合在一起，嘴角已經淌出刺目的鮮血。母親慌忙找來筷子想撬開牙關，可孩子咬得太緊，連一絲縫隙都找不到。情急之下，父親把大拇指硬生生塞進女兒齒間，牙尖瞬間嵌進肉裡，钝痛順着骨頭往心口爬。可父親依舊不敢抽回手，他怕自己一鬆劲，女兒就咬斷了舌頭。連夜送醫，夫妻倆做好了面对重病的心理準備。可接診醫生一番檢查下來，竟輕飄飄扔下一句：“孩子很健康，剛才怪異的行為都是故意裝的。”這話瞬間點燃了父親的怒火。一個3歲的孩子，怎麼可能把自己咬得滿嘴是血來裝病？爭執到最後，一家3口竟直接被趕出了醫院。他們不敢耽擱半分，連夜打車趕往市區大醫院，掛了最貴的兒科專家號。可第2位醫生的結論依舊大同小異，只勸他們放寬心，別多想，孩子沒多大事。直到起身送診時，醫生瞥見了女孩手指上深淺不一的咬痕，隨口問起緣由。母親紅着眼說，女兒只要被父親責罵，就會咬自己的手指來緩解壓力。話音落下，父親站在原地，渾身發涼。女兒如今變成這樣，跟他自以為是的嚴加管教脫不了關係。醫生也瞬間收起了輕鬆的神色，不敢再妄下定論，只說等第2天教授親自會診。那一夜，夫妻倆守在病床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踩在刀尖上。第2天，教授只看了一眼孩子的狀態，臉色立刻沉了下來，當即安排骨髓穿刺。粗長的針管扎進女兒後背的時候，母親別過臉，指甲深深掐進掌心，眼淚砸在地上都不敢出聲。幾個小時的煎熬過後，結果出來了，是破傷風，傷口感染引發的。母親猛地想起前幾天女兒偷偷跑去溪邊玩水，手上劃了道不起眼的小傷口，誰都沒當回事。聽到不是絕症，夫妻倆懸着的心剛落下半分，可轉頭就看見女兒被送進了重症病房，房間還被黑布封得密不透風，連半縷光都露不出來。剛鬆下去的那口氣瞬間又卡在喉嚨裡，沉得喘不上气。他們這才明白，破傷風從來不是小病，它是一場悄無聲息的凌遲。父親偷偷查了資料，破傷風發病後10天內死亡率高達79%，比腦炎還要高出40%。而女兒已經發病4天了，剩下的6天，每一秒都是生死賭局。就在這時，病房外突然傳來咚的一聲巨響，是個跑過的孩子重重撞上了門。病床上昏睡的女兒瞬間被驚醒，再次陷入劇烈抽搐，牙關咬得咯咯作響，鮮血順着下巴往下淌。父親紅着眼衝出去嘶吼，勒令所有人保持安靜，連病房裡的電器都全部關停。醫生趕來打了镇靜劑，清理了化膿的傷口，反覆叮囑絕對不能再有任何聲光刺激。接下來女孩的抽搐只會越來越頻繁，夫妻倆寸步不離守着，連大氣都不敢喘。可到了後半夜，母親看着女兒身上沾着血污的衣服，終究是心疼男人，偷偷買了件乾淨睡衣想給孩子換上。就這一個小動作，再次觸發了抽搐。這次搶救持續了整整1個小時，所幸和死神的拉鋸戰，醫生們僥倖贏了。母親蜷縮在病房角落，哭得渾身止不住發抖。她認定是自己的一念之差，親手把女兒推向了鬼門關，直到醫生把疊好的睡衣遞回她手裡，叮囑她一定要為了女兒堅持下去，因為這才剛剛開始。母親這才勉強攢回一點力氣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抽搐發作的越來越密，普通镇靜劑漸漸失去了作用，醫生只能通過直肠給藥維持麻醉。夫妻倆不吃不喝，連轴轉。剛趁着藥效扒了2口飯，外面又傳來餐盤摔碎的巨響，女兒再次發作，牙關咬得比任何一次都緊，連通氣的縫隙都沒有。情急之下，醫生側過頭，輕聲向母親核實孩子口中的牙齒是否全是尚未替換的乳牙。母親眼底滿是茫然與困惑，機械地點了點頭。得到確切答覆的那一刻，醫生沒有絲毫遲疑，迅速拿起器械，對着女孩的乳牙用力敲擊下去。清脆又細碎的崩裂聲骤然響起，混着溫熱的血沫盡數湧入孩子的口腔，小小的身軀承受着劇痛無力掙扎，只能默默承受這場冰冷的救治。母親別過臉，不敢看眼前的一幕，指尖深深掐進小臂，皮肉刺骨的痛感也抵不過心口的1/1000。孩子的氣息愈發微弱，孱弱的呼吸斷斷續續，只能依靠氧氣機維繫生命。透明的管路纏繞着小小的身軀，更是一氣管線密密麻麻遍布全身。冰冷的器械成了孩子短暫餘生的依托。看着被病痛與遺棄裹挾的女兒，連日積壓的絕望徹底衝垮了母親的心理防線。她再也不忍心看着孩子一遍遍承受撕心裂肺的苦楚。當新一輪劇烈的抽搐席捲女兒單薄的身體時，崩潰的母親攥緊一把水果刀，死死擋在病床前，攔住了趕來施救的醫護人員。她聲音嘶啞，帶着極致的疲憊。她懇求醫生放棄吧，就讓她安安靜靜地走吧。
父親瘋了一般衝上前，狠狠夺下他手中的刀，一记清脆的耳光重重落在他臉上。打過之後，他又心疼萬分地抱住妻子。這一次的抽搐兇險至極，孩子的呼吸骤然停滯，監護儀上的心跳曲線一度歸零，生死一瞬，幾名醫生輪番上前，不間斷地按壓心臟，緊急施救。母親癱軟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渾身脫力，連哭泣的力氣都被抽乾，空洞的目光死死盯着病床，任由絕望將自己徹底吞噬，直到一針強心劑緩緩推入血管，監護儀上沉寂的線條重新跳動起來，緊繃已久的夫妻倆才像是抽走了所有筋骨，渾身發軟無力地癱靠在牆邊。這一次輪到父親撐不住了，他讓妻子收拾東西回家，讓他陪女兒走完最後一程。母親失魂落魄地點頭，走到病床前，拿起剪刀剪下一撮女兒的頭髮，揣進懷裡。回家之後，他也剪了自己的頭髮，把2縷頭髮交到父親手裡，說以後就靠你了。父親看着他空洞的眼神，想說什麼，最終只剩一聲疲惫的嘆息。他獨自回到病房，連日的煎熬終於壓垮了他，靠着床邊就睡了過去。半夜窗外颳起大風，吹開了遮光的黑布，一縷陽光落在女兒身上，意料之中的抽搐再次襲來。醫生趕來打了針，做完緊急處理後，卻笑着跟父親說，這是好事，因為女孩抽搐的間隔已經越來越長了，再堅持，他們就能熬過去了。這句話像一束光，砸進了父親昏暗了好多天的心裡。他立刻打電話給妻子，可妻子卻不肯來，他已經沒有勇氣再進病房一步。父親生氣地掛了電話，可深夜的時候，妻子還是來了，默默給女兒換了尿布。他說他剛才站在樓下，好幾次想就這麼走了，可一想到女兒，腳就挪不動。夫妻倆再次堅強起來，又開始輪流值守，咬着牙扛過了最後的危險期。奇蹟真的發生了，女兒漸漸止住了抽搐，摘掉了氧氣罩。清醒過來的第一句話，病房裡所有人都笑了。父親轉身衝出病房，跑去買果汁，腳步太急，狠狠摔在了走廊上。他沒有立刻爬起來，就那樣趴在地上失聲痛哭。這是女兒生病以來他第一次掉眼淚，不是絕望，是壓了太久的後怕、愧疚與慶幸。終於在這一刻決了堤。故事的最後，女兒順利轉到普通病房，夫妻倆難得一次回了家，終於睡了這些天來第一個安穩覺。很多人總以為生死是很遠的事，是電視劇裡的驚天動地，可現實裡，它可能只是一道沒在意的小傷口，一句沒忍住的重話，一次心存僥倖的疏忽，就能把一個好好的家拖進深淵。So proudly to shout, la-di-da-di-da-di-dum.